小倩，其实我将你的骨灰长埋黄土，你可以安息了。阴阳殊途，若有来世，彩晨，我真想和你过上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日子。当年来若寺之后，我轮回九世，丰都大帝见我前世可怜，册封我为摆渡人。如今丰都动荡，百煞夜行，在此建下此阁，阴阳摆渡，同时寻求彩晨下落。彩晨，这一世，你究竟在何处啊？哎，这儿不错啊，这个院子不错。看，这儿还挂这么多字。青林烟云阁今日开业，算命解梦，驱邪避凶，价格公道，熟客6者，童叟无欺。今日若有烦忧，即可入内解惑。哼，这破门面，以前是个扎纸铺，现在又来了个装神弄鬼的小姑娘，真晦气。这年纪轻轻的就搞封建迷信骗钱呢，哎，世风日下呀。阴差引路，阳间留人。先生，请留步。我？对，你的阳寿将尽。姑娘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咒我，你再胡说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最近是不是食量大增？怎么吃也吃不饱，喝再多的水也喝不够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这几天确实是干吃吃不饱，并且晚上做梦也在吃。所以你身形消瘦，肚子却奇大无比，再过几日腹破魂散啊！这大师救我！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身后趴了一个永远也吃不饱的阴煞。因为你身后趴了一个永远也吃不饱的阴煞。天地玄宗万气本干。吃吧。我不饿了。这门都真神，哎，真的假的？太假了！一个小丫头片子，怎么可能是大师呢？我也觉得，那个男的一看就是个托。无妨，起来吧。在下沈家家主沈文，如果姑娘有什么事情，尽管来沈家找我。告辞。等等，姑娘。
彩晨，竟然是第10世轮回的宁采臣。大师，大师，你刚才叫什么？大师呀10世轮回，他竟然无半分记忆。大师，我知道您是高人，能不能也帮帮我？我是秦州秦氏集团的二公子，如果你愿意帮我，多少钱我都愿意付给你。他身上竟然会有如此重的黑气，你身上阴气极重，有没有感觉最近发冷？是，天气预报都说了气温不低，但我就是总感觉冷。你这不是医院能医好的病，你这是不是被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？想必是。随我进阁。大师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！我这几天总是感觉浑浑噩噩的，没有力气，感觉像是有人趴在了我的背上。那就对了，你身上有缠魂煞，缠魂煞千三挂五，祸及亲眷。姑娘，哦不，大师，你说太准了，我们家的确接二连三在发生一些怪事情。大师，你可以去我家看看吗？先喝下茶，可以驱赶邪气。怎么你和我家其他请的大师不一样，这么亲切啊，像是认识很久。是吗？刚巡逻彩城的第10世，便出现异象。刚挂下了遗书，3天之后，秦州有场劫难，第10世说什么我都得保他平安。带路吧，去你家。爸，我把于大师找来了。小周，你胡闹什么？这是我花重金入山请来的传人，难不成你带来的小姑娘比大师还厉害？相信我，爸，这于大师啊，技艺了得。姑娘，秦家冲煞严重，你道行尚浅，我劝你早点离开，以免惹祸上身呐。灵虎山传人，我怎么从未听说山上有你这行骗人的道士？哼，一个小丫头片子能有什么见识？口出狂言！哼，你施展的这些皮毛，恐怕镇不住煞，只会引邪入宅。血口喷人！我手中这把剑是灵虎山镇山枣木剑，我已经将秦家的邪祟镇住。是吗？你怎么会有灵虎山的镇山枣木剑？你手上的只是地摊货，遇到凶恶之物，
分分钟就会沦陷。凶恶之物？哪里来的凶恶啊？既在天边，又在眼前。这只是打个雷而已。你以为只是打雷？这是失火的先兆。一连下了几个月的雨，房屋都快浸透了，怎么可能起火？姑娘，我看在你是小周带过来的朋友，没有赶你。如果你口出狂言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爸，秦老爷，这火马上就来了，不妨等一等。西侧是白虎门，主凶，起火的位置就在这儿。这怎么会？大师，这……坏了，遇上真高人了！哎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哎，赶紧救火呀！哎，大师啊，有眼无珠，多有得罪呀！这只是个巧合。巧合？哎，这符道长之前埋下的，这是引火符，轻则走水失火，重则家破人亡。哎呦！我待你不薄，你为何害我秦家？你良心，我冤枉啊！你不要再狡辩了。若只是招摇撞骗就罢了，为何在秦家埋下这隐患？王老板，是你生意对手王老板，最近生意都被你秦家抢走了，所以他才派我来你家博你点契约。你敢背叛秦家，滚出现世！若我再见到你，我会亲自出手解决你。我只是拿钱办事儿，饶命啊！大师，老夫有眼不识泰山，之前多有得罪。无妨。大师，你有所不知啊，秦家这段日子古怪的事情发生的太多了。秦老爷，秦家的祸事绝非一张简简单单的符就能了。什么？请大师救救我们！不要担心报酬，我一定会重金酬谢。与秦无关。我之前就说过，你身上的劫难会殃及周围的人。今晚我先破其一。需要什么？我这就去准备。准备什么呀，小弟？姐啊，小雪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位是于大师，他能趋吉避凶，技艺了得呀。行了吧，那个灵虎山的道士，我之前都说他是江湖骗子，现在又来一个女的，你怎么总是信这些神神叨叨的？姐，于大师真有本事，你别这么说。她是秦州这一世的姐姐，身上黑气浓郁，想必今晚劫难要发生在她身上。不过就是招摇撞骗的手段罢了。小雪，休得无礼！啊，大师，我替大女儿向您道歉。爸，我又没说错，道什么歉啊？我姐脾气就是这样，多有得罪，大师见谅。没事，她以前脾气不差。我之前？你怎么知道我之前什么样？我不光知道这个，我还知道你最近总会梦到一个看不清脸的男人，一言不发的盯着你。我说的对吗？你怎么会知道？姐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于婉姐真是高人，
大师，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我女儿啊？做一顿饭。做饭？对，就做母鸡火腿、吊的高汤，10月份的湖蟹黄包，还有佛跳墙。就这3样。这些菜？对，我知道这些菜背起来很麻烦，不过想要度过此劫，就必须背下。今晚子时我要用。那是什么？于大师，那里有东西，有东西啊！大师，我从没有害过人，为什么会惹上不干净的东西？冷静，那不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你是谁？竟然可以看见我？逝者已逝，你又何必纠缠生者？你到底是谁？我从没有做过亏心事，也没有害过人，你为什么偏偏缠上我？小雪，是我啊！你再仔细看看，我是张宇啊！小雪，姐夫，张宇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吓你的，我只是想多看看你。张宇，你已不属于阳间，不要因为执念害了你心爱的人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放心不下他。张宇，都怪我，要不是那天我太任性，你也不会冒着雨开车，最终导致了车祸。张宇车祸后，我们派人去打捞，可水太深，实在是打捞不起来呀。张宇，你已时日无多，还有什么心愿未了？抓紧时间。那一天本来是我跟小雪的结婚纪念日，只可惜阴阳又隔了。不可惜，一切都来得及。你看，秦雪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以此香为引，食人间烟火。张宇，饭后我就会送你往生，滞留无益，只会害了你想保护的人。喂，老婆，我快到家了，给你买了蛋糕，后备箱里有你最爱喝的红酒。今天是咱俩的结婚纪念日啊，你就别生气了呗。你就一张巧嘴，赶快回来，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。好。天天惹我生气，可真到了结婚纪念日，还得我给你做吃的。小雪，这些饭菜跟记忆里的味道还是一样。张宇，如果有下辈子，换我包容你的一切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小雪，我爱你。张宇，摆渡人小姐，丰都动荡，百煞夜行，秦家四周邪祟涌动，您千万要小心。不用担心我，这是我和秦州必须要共同面对的时事劫难，我不会让他们有事。大师，你既能驱邪，还能超度亡魂，你到底是谁？我与你，我的头，小周，我的头，
大师，秦州这是怎么了？第10世了，秦州，不论如何，我都会护你安全。哎呀，你终于醒了，你都昏睡一整天了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什么不舒服的，快和于姑娘说说。头还是很痛，手和脚都抬不起来。秦州，不用勉强，好好休息。大师，小周他到底怎么了？缠魂煞就要发作了，今夜此时便是他的生死劫。什么？煞灵的法力尚浅，今晚是个好机会。准备好万山炼成的朱砂、千年古竹黄纸和九幽凝脂白竹。今晚我要在秦州房里布下虚影阵，帮他渡劫。切记，无论听到任何声响，都不要出自己的房门半步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于婉，阴阳摆渡人。这是我们秦节的第10世。第10世？那我第9世是在做什么？第9世，每一世你都忘记了我，可每一世你都把生的机会留给了我。我每世都没有记忆，那于你或者于我来说，彼此就是陌生人。你为什么执着于救我？不，我们不是陌生人。你说觉得我亲切，是因为我们早已存在了羁绊。是什么事情让我们牵连10世？你将身为聂小倩的我安葬在兰若寺，我本不能进入轮回，你却将我安葬，扰乱了阴阳秩序，也因此受到了惩罚。第10世若败，我们将尽数无间，永世不能轮回。来了，七星同辉，护我所求，急急如律令。强者是没有用的。放肆！我的好孩子呀，你以为这点本事护得了他吗？护不住，也要护他。10世混魂劫，天地的惩罚，每一世都会看着他死，这一世也不例外。换个注解，我与星星对决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那是树妖的分身。这是分身，他究竟藏在哪里？城西煞气最重，树妖应该滞留在那里。你能帮上什么忙吗？我明天再去问问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！丰都动荡，树妖已经挣脱封印了，我必须加固封印，才能保护秦州。大师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上次多亏您出手相救，不然的话我就要撑死了。你是沈文？是，我是沈文，城西边沈家家主，这次有要事相求。这玉佩是我收养的小乞丐的。
大师，我爷爷沈长卿昏迷了3个月，医生都束手无策。你家住在城西边？对对，求您跟我回去救救我爷爷。他昏迷前交代我，根据画像带上玉佩找到这位姑娘。我打开画卷，发现您竟然跟她长得一模一样。小乞丐受到煞气侵扰，和树妖脱不了干系。这玉佩的确是我的。那请您快跟我回去吧。等等，等等，玉姑娘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沈完？秦州，好久不见，我带大师到我家去看看。现在有急事，我们改日再聊。等等，我也要去。城西边就是沈家的位置，哪怕危险我也要去。虽然我没有记忆，但这一世我也不想做一个只能被保护的人。哪怕像你们说的前9世一样，这一世我也应该在你身边，而非身后。好。这里就是我当年封印兰若寺和树妖后，让小乞丐驻留的地方。看来树妖一直在这里。难怪我总觉得阴森森的，明明是大白天。二位，请吧。你们是谁？为何出现在我家？这就是我所救的小乞丐，沈长卿的夫人。这位是我奶奶。奶奶，这是鱼碗、秦州。看着姑娘的着装，也不像是来探望我老头的。说吧，来我们沈家有何贵干？我来见沈长卿。我们沈家在此也算是名门贵族，沈老爷子的名字也是你能直呼的。奶奶，是我找来的大师。哼，婉儿，这宅子多少风水大师都说了不可妄动，她一个年轻姑娘，这有什么能耐？年纪轻轻的就学着装神弄鬼的来骗钱，我们沈家不吃这一套。奶奶，她就是爷爷要找的那个姑娘啊！闭嘴！你爷爷一辈子光明磊落，临死前挂念的姑娘，怎么可能是这么年轻的丫头？你哪儿来的脸把她带回来？奶奶，我看过那个画卷，确实跟这个姑娘长得一模一样。你爷爷都不想让你知道这些事儿，怎么可能让你看画卷？你好大的胆啊！我老头子已近100岁，你说你和他有旧缘，简直是荒唐！我们沈家的名声，岂能由你来玷污？请你们赶紧离开沈家。石老太太，我们真的不是骗子，我们是真心来帮沈爷爷的。你在这与我耽搁多久，沈长卿就要多受折磨多久。哼，谁知道你这狐妹子是不是跟他们串通好的来骗钱？我告诉你，最好是不要动什么歪心思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我来你家是看在沈长卿与我相识的面子上，他守着这宅子，是我对他的命令，也是他对我的承诺。你们沈家是我当年在兰若寺封印树妖，为了镇住封印而建。他没提过什么承诺，你们真是什么话都敢说！哈哈哈，好，好，去吧，就当是我眼瞎了。奶奶，你先回房休息，爷爷的事交给我来处理。姑娘，我奶奶她脾气不好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他怎么知道老头子说过的那个承诺？老头子让我保密，连沈文我都没有告诉。老头子让我保密，连沈文我都没有告诉。站住！奶奶，
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出去见个人。是去见个人呢，还是去找个人？奶奶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老太太，这是书房里老太爷的画卷。奶奶，你不要为难一个佣人，是爷爷让我去找姑娘。我还没死呢，你就去替你爷爷找老乡好了。奶奶，爷爷说过，他是咱沈家的恩人呢。他病了糊涂的话你也信？你今天哪儿也别去，就在家面壁思过，就把画给我扔了。奶奶，去。沈文说的那个画卷，我都没来得及看就被扔了。难不成这个姑娘她……老爷，这宅院的煞气太重了。怎么了，于姑娘？你们家住这里多少年了？听爷爷说，沈家世代住在这里，应该有几百年了。这里的老树白天开始落叶，夜晚长出新叶，花园里的土还被翻新过。真准！不瞒您说，自从爷爷昏迷以后，我们沈家怪事不断。姑娘，你可得好好帮我们瞧瞧。走吧。哎，在这里，于姑娘。卧病在床，房间也算干净，看来沈家后代还算孝顺。果然是书妖的煞气侵蚀。姑娘，我爷爷他怎么样了？沈家煞气太重，如不及时让煞气消退，他恐怕一时半会儿是醒不了了。沈文，带我看看你说的日记本。哦。月姑娘与雨夜，或赠玉佩，托我守封印。我奉姑娘之命，改兰若寺为宅，桃花为眼，花园为界，滋养善念，受树妖封印。沈文，爷爷资助福利院这么久，我却一无所知。花园为界，我们去花园。好。于姑娘，这里便是沈家后花园，爷爷几乎每天都来这里捣鼓。他翻新土，是为了让花草吸煞气；资助福利院，是为了巩固封印。啊，难怪爷爷几乎每天早晨都会来给老树浇水、整理花草，几乎是雷打不动的。这壶应该用了10几年，有15年了。沈文，替你爷爷给这树浇水。啊。这树枝繁叶茂，沈长卿，你资助的那些孩子也早已成家立业，你对我的承诺从未落空。好像没有这么冷了。煞气正在退去。于姑娘，那我爷爷是不是可以醒了？先回卧室，把这些东西放在他的床头。好。
玉佩。小乞丐，我回来了。你答应守护的一切都好好的。爷爷，爷爷他有反应了。沈文，读日记里第一次见到老树那段。沈文，读日记里第一次见到老树那段。哎，好。初见老树，枝桠稀疏，姑娘说她能护佑一方，让我好好待她。如今枝繁叶茂，我也守了她几十年，只盼姑娘归来，告知一切安好。沈爷爷，爷爷，你是不是能听到我们说的话？小乞丐，怕你的承诺没有实现，其实你做得很好。沈文，他一会儿就会醒了，你留下来陪他。哎，好。爷爷，爷爷你醒了，爷爷。爷爷，您别着急，我就知道你没事，你会长命百岁的。我起来。这些旧砖也是他要守护的一部分。他把家建在古寺上，既是纪念，也是加固封印。我们把树妖的栖息地搅乱，树妖肯定会来找麻烦。于姑娘，沈公子，我爷爷醒了，你们先去沈家大堂，我等下扶他过来。好。来，爷爷慢点。爷爷，你刚醒，这身体还没恢复，要不你再歇一会儿吧。儿呀，我让你找的那姑娘，她来了吧？带我去见她。哦，他们在沈家大堂，要不我这就请他们过来。不，扶我去见她，她是我的恩人，岂能有她来见我的道理呀？可是你刚醒，你这身体……哎呀，别说了，扶我去见她吧。哎，好。小心！我就知道你们是骗子，我老头子挂念的人，怎么可能是你这年轻丫头？我们沈家被你骗钱也就算了，你怎么敢惦念我老头子的名声？老爷好。老头子，你……爷爷，闭嘴，跪下。沈长清见过姑娘。老头子，你叫她什么？她就是个年轻姑娘，你怎么给她跪下了？这是想什么样子啊？爷爷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起来，我们沈家丢不起这个人。她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那姑娘，她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沈长清，我回来了。姑娘，您终于回来了。我延续您的旨意，安沈家在这镇守兰若寺几十年，已定牢树妖的行踪。你只需出手，便可结束世事轮回的劫难啊！我知道了，沈长清，你已尽责尽力，好好睡一觉吧。爷爷，老头子，姑娘，既然你回来了，这枚玉佩就物归原主了。不必还我，给下一个能替你完成任务的人。是。你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，如果再钻牛角尖，恐怕伤及自身。你胡说！文儿，爷
爷爷，我在。哎，你从小到大就一直缠着我说喜欢这玉佩，想要这玉佩，而我一直说还不到时候，现在时机到了。我以前守护着兰若寺的封印，守着咱沈家，以后该你了。不行，你跟我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爷爷，你一直提的这位姑娘，她到底是什么人？她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那个姑娘，是救过我命的恩人。文儿，你发誓照顾好她，她说什么你就要照办，不得忤逆，不然我不瞑目啊！老头子，你要给他当奴才，我拦不着，但是你不能让文儿给一个黄毛丫头去当侍奉，我不允许。文儿，发誓。好，爷爷，我沈文发誓，今后一切以姑娘为重，一切以她为事。哎呀，记住，你守着这姑娘是你的福气，也是咱沈家的福气。啊！爷爷，老头子，爷爷，老头子，你醒醒啊！老头子，爷爷，爷爷，你醒醒啊！老头子，你醒醒啊！哎，老秦，是我呀，沈文。老沈，好久不联系了。是啊，最近家里出了些事情，一直在忙。沈爷爷年事已高，身体不如从前也是正常的。哎，爷爷他过世了。什么？葬礼等过几天选好的时候，我会通知你。不过今天打电话，我是想让你帮我查个人。谁呀？街上烟云阁的店主于婉。我爷爷说救了他的命。你儿子秦州也在我家里，和他很熟的样子。小周也在你那儿。于大师，他认识你爷爷吗？是啊，你也认识他？我爷爷说他是救命恩人。但是我看这姑娘年纪不大，她怎么也不可能和我爷爷认识。老沈呐，不瞒你说，之前秦家出了一些古怪，我儿子非说他是大师，把他带回来了。这个姑娘啊，解决了我们秦家的杀身之祸呀。事后我也查了她的信息。怎么样？查出什么来了吗？不，一无所获，她的消息一片空白。怎么可能啊？就算再怎么样，也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！哎呀，老沈，我已经查遍了，确实没有一点值钱的消息啊。不过，这世上多的是我们不知道的所在。沈爷爷既然这么信任他，我想其中定有原因呐。好吧。沈长清从我收养他到死，这一生都在效忠于我。沈长清，你安心去吧，下一世你不会再受亲人之苦。有人在哭。是他，昨天才在走廊上见过他。怎么办？10万，怎么才能凑够10万？10万，这可不是小数目，他怎么会见这么多钱？喂，妈，我还有2天才能发工资，再给我2天时间好吗？哎呀，那是我的弟弟妹妹，我肯定不会不管他们的啊！弟弟的学费我一定会筹够的。愁苦之情，郁结于心。这是药，他是个庸人，怎么敢乱翻东西？不，他是在
找东西。于姑娘，秦公子，你们这是？阿平，我警告过他一次了，对不住了，两位，是我们沈家家风不严，让你们看笑话了。阿平，老爷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看这房间乱了，我进来收拾一下。这房间都是乱的，衣服也散落在地上，你又偷东西了？不是啊，老爷，我真的只是来打扫房间的。那你手上的银行卡是怎么回事？不是的，老爷，你听我解释。听你说，听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狡辩吗？什么事儿啊，阿文？怎么这么吵啊？奶奶，阿平他拿了家里的银行卡。阿平，你怎么又偷东西？不，老太奶奶，你听我解释。之前你拿了我柜子里银打的戒指，你求我不要跟阿文说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你怎么又来偷啊？戒指？阿平，那是奶奶结婚的时候带过来的，你怎么还偷奶奶的嫁妆？老太奶奶，我没拿您的戒指，我都不知道您有银戒指。老爷，真的不是我。阿平，你别再说了，那个戒指真的不是我拿的，我也不知道是谁拿的。老爷，哼，我看你是被什么东西迷了心窍。不是的，我真的不知道有戒指这么一回事，怎么会是我偷的呢？阿平，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说的话吗？不，我真的没有拿。上个月你当了我家祖传的玉镯，我念你勤恳照顾沈家10多年，所以放了你一马。老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听我说，我真的实在是太需要钱了，所以才会去偷的。但是戒指真的不是我拿的。他们要把你赶出去，我是觉得你有苦衷，才将你留下来。我们沈家重情重义，没有再追究，但想不到你竟然还会再犯。我，老爷，请你相信我。你已经没有信誉可言，我们沈家容不得偷鸡摸狗的事情。你收拾收拾东西，走人吧。老爷，求你原谅我。奶奶，我扶你去休息。老爷，老太奶奶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文儿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犯同一个错误。沈家没有这个耐心。手机，手机。梅雨紧锁，田宅宫暗淡，家中有负担。你弟弟妹妹的学费来路不明，是高利贷。高利贷？是，您说的没错，是高利贷。我爸前年生病，他的手术费和弟弟妹妹们的学费加起来，开销实在太大了，家里没办法，只能去借高利贷。高利贷？那可是无底洞啊！阿平，你为什么不找我们帮忙？老爷，沈家一直都很照顾我，况且这也不是一笔小钱，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你在我们家住了这么多年，你有什么不能开口的？明日午后去城中的法律援助中心，说是秦氏二公子秦州让你来的。援助中心？他们会帮你解决债务问题，也会帮你弟弟和爸爸筹起手术费用。真的吗？可是律师费……你只要报秦氏二公子秦州的名字，他们不会收你钱的。谢谢你，谢谢姑娘，谢谢老爷，有你们真是太好了。以后不要再沾高利贷，你的正财运本不差，只是被邪债给压住了。你是说他偷了你的戒指？哼，是啊，一定是他偷了，拿去当了换钱了。你怎么就知道是他偷的呢？你刚才都听到了，他高利贷都敢贷，他什么不敢？那戒指是银打的？是，那戒指是我结婚过了戴的嫁妆，价值不菲，他一定觉得能多卖钱，所以拿来偷了卖了。那你们之前说玉镯是他偷的，是因为典当铺的老板跟你们说上面印有沈家的字样？是，确实是你说的那样。典当行老板发现玉镯上有沈字，所以通知了家里的佣人转告于我。那戒指是你的嫁妆，又是专门为你打的，上面一定会有沈家的字样。
怎么不见典当铺老板跟你说呢？哎，对啊，如果他要瞒着的话，也一定会告诉你们。但沈家主一直都被瞒着，今天才知道。是啊，奶奶。胡搅蛮缠，哼！奶奶，谢谢姑娘您帮我澄清。无妨。啊，于姑娘、简公子，请慢走。什么事？爷爷刚才把玉佩给我，让我好好照顾于姑娘。我已经在他老人家面前发誓，就定不会食言。以后你有任何需要，请尽管吩咐。节哀，你都知道了。沈文，你母亲小薇过世时，沈家办过一场仪式。您说的真准。那找道士超度后，你见过他的遗体吗？没有，这超度后就火化了，说是让我母亲在地下能够得到安生。没见过，你怎么知道他会下九泉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那道士用沾血丝线禁锢灵魂，停观世上，要的就是永不轮回，永世不超生。啊！我最近确实梦见我母亲身上裹着红线，穿插在一起，一直在挣扎。请姑娘明示。奶奶，我最近总是梦见我妈，每次都看见她痛苦地喊着我的名字。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，做噩梦了吧？可是我一直总是做重复的梦，这也太奇怪了。怎么可能？你母亲是安安心心走的，你忘了？当时我还给她找了大师替她超度，那老道士说的话你也听到了。你妈妈不是有什么执念，而是放不下我们一家人。阿文，你不相信我？奶奶，你说的对，我可能是最近处理的事情太多了，才总是做这样的梦吧。我希望我妈的在天之灵能够安详。有你这样愚钝的儿子，他肯定是安详不了。于姑娘，姑娘，你刚才说的话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你真的觉得你妈妈能安心？于姑娘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沈家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就算文儿的母亲生前有什么，也轮不到你在这说。是吗？把你妈妈和沈长清一块安葬吧，我是看在你爷爷的面子上，可以为你妈妈超度。你胡说八道！姑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不敬生命，不畏生死，停观世上不入土，我难道有说错？这是我老头子的葬礼，谁允许你在这撒泼的？你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奶奶，你别生气。于姑娘，话可不能随便说，我妈妈绝对不是被别人害死的，我们沈家也不可能干出伤天害理之事。她若是走得安详，又怎会来找人超度？棺材若是入了土，怨念又怎会聚集在沈家？也许是我妈她放心不下我呢。所以说，你笨。你妈妈如果走的是安详的，也没有人想害她，又怎么可能棺不入土呢？你们沈家钱财不差，儿孙满堂，她有什么可不安心的？是啊，我和其他几个兄弟姐妹这么大年纪了，我们沈家家底雄厚，这母亲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？不知礼数的丫头，这是我沈家的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阿文，请他出去。姑娘，我先派人送你回去吧。谢谢你今天来祭奠我爷爷，我爷爷他的在天之灵知道的话一定会开心的。开心？你怎么还有脸说他开心？沈家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被人害了生命之后，停灵数10年，沈长清他又怎么会安心？我是看在他的面子上，好心提醒你们，若是再去拖延，以后无论是谁也救不了你们。沈长清，真是苦了你了，守在这这么多年。不好了，于姑娘，快和我回家！我爸说我家瓶子里有人。
拍卖会上说你能招财，我才买回来的。可为什么最近我亏了这么多钱？大哥，别来无恙啊！二弟，怎么是你？爸，小周，你回来了。你慢点说，发生什么？大师，你救救我！瓶子里有人。这个买了多久？买了有20多年了吧。当初是在一个拍卖会上买的，说是能招财进宝。元清年间的青花，摆放位置上佳，的确招财，日进斗金。买回来之后有亏有赚，最近亏得厉害呀。还有，我是不是发生错觉了？刚才我看见我弟弟了，可是他已经死了。这瓶子的确招财，可秦州身上的天劫让他牵三挂五，殃及家眷，再加上又有邪煞作祟。邪煞？哪里有什么煞气啊？稍安勿躁，我问你，早年间你的弟弟是不是向你借过钱？是啊，是有这么回事儿。可他之后又因还不上赌债而跳了楼。确有此事。我之前借了很多次了，也不还，金额不小。他也没告诉我钱花到哪里了，我就想着不能再纵容他了。可是没想到他后来就跳楼了。你说的邪煞是我叔？对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哥，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啊？生米恩，同米仇，你简直无可救药。我之前借了你那么多次钱，你不还也就罢了，怎么还能阴魂不散呢？哥，我不是故意不走的，我是被困在这里了。不要狡辩了，之前为了借到钱，谎话我已经听了不知道多少。于大师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请你送我弟弟入轮回吧。秦老爷，你的弟弟也许是有什么夙愿未了。哥，我这都是有苦衷的。之前我欠的那些钱都已经还清了，可是后来他们绑架了我的女儿，这我才不得不向你借钱的。狼来了，这样的谎话就不要再说了。哥，我说的没有半句假话，他们叫我拿赎金，如果拿不出来就一命抵一命，甚至……叔，虽然你从小带我吃喝玩乐，但你也不能是这么骗我吧？秦州，让你叔叔说完。甚至还让我绑架你，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，没有一句是骗你的。什么？秦老爷，秦伯伯说的的确是真的。什么？我弟弟说的都是真的？大师，你确定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如果是这种情况，我会借给你钱的。哥，这些都是我年轻的时候欠债引来的仇家，这事儿本来就是因我而起，也该由我自己解决。你如何解决？你为什么不让我处理？难道我会任那帮人为所欲为吗？哥，我没上过大学，也没有一个好工作，这么些年家里的生计一直都是你维持的，我不能给你丢脸，不能拖你后腿啊！你是我弟弟，谁敢说你丢我的脸？弟弟，从小到大你都是村里学习最好的，如果当年是你上了大学，会比我更有出息啊！哥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别提了。姑娘，我看你灵力浩瀚，您是？我是阴阳摆渡人于婉，负责渡罔顾世间的煞灵。非我不想往生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被困在这里出不去。你被困，也许是因为最初绑定你们两人的东西留在了这里。秦州，去拿凝脂白术来。
录取通知书？是啊，这就是决定我们命运的东西。没错，这张录取通知书代表的是弟弟对兄长的一片真情。当初你为了让哥哥上学，故意说反话，说自己不想读了。从那开始，你们两人的命运便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。我说的对吗？你是为了让我上大学，才说自己不想读书的。是啊，哥，你从小好吃好喝的照顾我，我总得给你做点什么吧。好小子，好，以为是个讨债鬼，没想到是我这个当哥哥的狭隘了。是我对不起你。哥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就不用说这些话了。大师，听说阴阳摆渡人可以渡世间一切，那就有劳大师了。秦伯伯，现在秦老爷对你的怨念已经解除了，真相大白，你就安心去吧。爸说今年收成不好，我们可能吃不饱饭了，学可能只有一个人能去上了。哥，你想上大学吗？想呀，我想学商贸，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。爸让我们抓阄决定。是啊，二弟，如果你想去读，我就去跟爸妈说我不读了。你这么厉害，做什么事情一定都很成功。抓啥阄？我不读了。二弟，你别跟我置气。谁置气了？我嘛是真没那心思。我读书老走神儿，倒是你每天抱着书啃，以后一定能有出息。我留在家里面种种地，卖卖东西，还能多挣点。你在城里面也能过得好一点，就这么定了。你好好上大学，将来出息了，也让爸妈都过上好日子。我要的钱呢？大哥，你再给我2天时间，我一定给你凑齐。给了你那么长时间了，还拖延下去，是等你们找人来救走吗？这样吧，要么用你的命抵你女儿的命，要么你把秦家老大绑过来，换走你女儿。他是县市第1的老板，比你女儿有价值多了。至于赎金，我们28分都不成问题。不可能，是我哥，你想都不要想。老不死啊！我耐心有限，劝你快点选。你就不要做梦了，除非有本事你弄死我。给你机会不珍惜啊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弟弟，我会照顾好弟妹他们的，我们下辈子还做兄弟俩。去买一尊开过光的铜貔貅，摆到之前瓷瓶的位置上，招揽财气。我这就去。于大师，多谢你，你帮了我们秦家。是啊，大师，你要多少钱，我们都给你。不，我要帮的是秦州。对，哎，你说小周身上有煞气，如何才能解决呀？等我解决了树妖，一切就会结束了。好。于大师，我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可是老沈他最近一直托我查询你的信息。老沈这人心肠不坏，他可能只是不放心你是不是有意接近沈家。你可别介意啊。他是沈长清的孙子，心眼儿自然坏不到哪儿去，就是人傻得很。到了现在，你竟还不愿相信我。我想让你入土的，是奶奶不准。是个梦。你们不敬生命，
不畏生死，停官世上不入土，我难道有说错吗？不是的，不是，只是危言耸听。秦公子，于姑娘在吗？在，但是这个点会不会太早？这确实来早了一些，要不我进去等她一下吧。于姑娘有规矩，她只会在用完茶之后才会客，要不你等8点之后再过来。那你就不能通知她一下吗？你去告诉她是我妈妈的事情。昨天我们离开沈家的时候，于姑娘就已经跟我说了，你今天一定会来，但是她也特意叮嘱我，一定要等到用完茶之后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全心全意接替你爷爷，她不高兴。好吧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去忙。沈家主，请便。于姑娘，还真是一面难求啊！这么整洁有序的阁楼，姑娘果然身份不凡。我不打扰你们了。沈文，我不喜欢浪费时间，有什么你可以直说。你说我母亲是被害死的？对，她找过我。谁？我母亲？这怎么可能？她入关时，胸口戴着足金项链，两手戴着金镯子，两侧还放着夜明珠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母亲进关后，只有我和兄弟姐妹们见过。她的头上还缠了99根金线，是用来祈愿用的。姑娘，你说的都对。我母亲入关时并没有发生任何异象，这足以证明她并不是惨死的呀。谁跟你这么说的？奶奶请的道士说的。我妈一死，奶奶就找了个道士。道士说我妈放心不下我们，棺材不能入土，否则我妈会变成煞灵来找我们。后来我妈火化以后，我也见过，我们也备了上好的珍珠来陪葬。我以为你们沈家只是毒，没想到除了毒，还傻得可以。姑娘，求你指条明路啊！沈文，你若不信我，又何必追我？因为我一直梦到我妈受尽折磨，还十分痛苦，她一直喊着我的名字。你是她的孩子，自然和她相信。我问你，她手上的镯子是哪儿来的？那是我父亲赠给她的首饰，便放在里面了。那夜明珠呢？我弟弟出国之时买来的，当时价值不菲，因为我妈怕黑，所以也放在里面了。金线呢？金线也是我们沈家精细的挑选，这不可能出问题吧？你再想想，入关的时候你们做了什么？没什么了。那个道士入关的时候让我把所有东西放进去，在放金线的时候他说他们说需要知情之人的鲜血，我和弟弟都在里面滴了血，他把金线浸在里面，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浸了血的金线会禁锢亡灵，加上亲人的血会让他永不瞑目。等等，那夜明珠呢？他说夜明珠可以照亮地下的路。照亮地下的路？夜明珠只会让他迷失方向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我竟然害了我妈！更可笑的是，你们停关世上，不让他入土。你别说了，不可能！要照这么说，岂不是我害了母亲？你若不信，可以去看看骨灰坛旁边是不是有划痕。我提醒过你很多次，但你要是继续装傻，我也帮不了你。秦州，碧海姑娘，我求求你告诉我，怎样才可以让我母亲好受？是不是打开骨灰坛，拿走夜明珠，扯掉金线就没事了？你太天真了。你只需要告诉我这么做能不能让她好受一点。她是被自己人算计的，几十年关不入土，早就生恨了。能是你说的简简单单就能解决的吗？但是我也不知情啊。所以说，你们沈家不但毒，而且笨。你母亲执念过深，那线也不一定能控制得住她，到时候也还会被有心人利用。再过不了多久，你们沈家就要大乱。我们也是无心之过，她毕竟是我妈呀。可怜沈长青，一辈子没落下亲家。于小姐，回吧。打扰你们了，我先回去了。
他会相信我们吗？他自己知道，母亲的骨灰多年未入土，只是他以为母亲的骨灰不入土是为了他好。等他自己去看看骨灰，就全都知道了。阿文，你怎么能听外人胡说呢？奶奶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妈的棺材如果不入土，那也不是个办法呀。阿文，你忘了当年大师怎么说的吗？他说，你妈是因为放不下我们，所以才不能埋。你若是执意要埋，那就是犯了大忌。求你了，奶奶，那可是我妈呀！如果她的棺材还不下葬，那我才是大逆不道啊！沈奶奶，阿琴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快坐。哦，不了，一会儿我给沈爷爷上完香就回去了，公司还有事情。好，谢谢你来送我家老头子。您客气了，承蒙沈爷爷关照，我才能有今天呢。那好，你们俩先聊着，我就下去休息了。老沈，之前你托我查的于姑娘的事情，我这里还是没有进展。前几日我家里又遇到蹊跷事，是于姑娘过来解决的，我觉得她是高人无垠。她跟你说了沈家有什么事情啊？我家的棺材一直存着，我时常梦见我妈，她一直在受苦，一直在哭。老沈啊，不是我没有提醒过你，我之前早就说了，哪有人死了之后不埋的道理？这下好了吧？你看，可是我奶奶她不让啊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也是。那于姑娘的意思是？她说我妈是被人害死的，生前一直受委屈，死后也不埋，这入不了轮回，更没法转世。此事非同小可呀，老沈，未尝不可听听他说的。好冷，这里怎么这么冷？妈，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？最近我总是梦到你，我梦到你浑身是血，喊着我，是不是你过得不好啊？我怎么做你才能过得好一些？怎么会？什么情况？这有东西！妈，这些抓痕，你真的被邪恶的人利用了吗？妈，这些抓痕，你真的被邪恶的人利用了吗？妈，我也是被人骗了，我不是故意不瞒你的。妈，那个道士骗了我，你不要生气啊！救命啊！这遇到了，不要抓我！糟了，我怎么动不了了？完了，全完了！我妈一定恨透我了，又来找我了。快让你妈回去！你要的公道，我替你讨回来。怎么，我可以动了？我来替你们了结恩怨。于姑娘，你来了。如果我把这些红线拽掉，我妈会不会好过一些？不能。那，请您赐教。于姑娘，昨天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你，还请你救救文文的妈妈。是救文文的妈妈，还是救你呀？都有。我们沈家请了道士，也是为了让文文的妈妈能够解脱。没想到那个人心思歹毒，竟然设计他不让我们把骨灰入土。哼，晚了。于姑娘教育的是，我们沈家蠢，但是如果我们的无心之失要让我们沈家全家人的性命来做赔偿的话，
那我们岂不是太冤了？是啊，是那些道士算计我们。要是因为这些坏人让我们沈家大难临头，那也太冤枉了。沈老太太，你可真是好口才啊！只可惜您心不诚，话不真。他怎么知道？3日之内，沈家必遭大祸。你们若是不想活命，那大可以接着装。先回去吧，奶奶。这里风大，晚上就着凉了。阿文，你是不是也不相信我？阿文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他说的那样。解释，我妈好端端的就没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别忘了，这么多年是你拦着我，不让我妈入土的。是你别忘了，你也是沈家的人，沈家用一切护着你长大，沈家逃不掉，你觉得你能逃掉吗？如果是你害了我妈，这种丧尽天良的事你都做得出来，你才逃不掉。我有什么好怕的？那是我亲妈，放着你们不埋她，我有愧。我天天做噩梦，我只有见着她，我才能赎罪。好，信我，信你个外来的丫头。于姑娘她说的没有错，那个说我妈魂魄不稳，不能下葬的道士是你请来的。我和你妈妈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几十年，我把她当成我自己的姑娘，视如己出，我怎么会害她？视如己出？你现在还在演？自从你生病醒了以后，你天天盯着我妈的生辰八字，你安的什么心呢？我对她还不够好吗？婉儿，你忘了当时她中邪要烧祠堂的事了吗？于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太太，你继续说，我倒想看看你要怎么编排一个死人。这件事儿关系到我们沈家的名声，我不好对外人说。于姑娘连我们沈家棺材不入土的事情都知道，还有什么不能听的？你说。混账！你这个胳膊肘往外拐的东西！老太太，你若是说得好，也许我能帮沈家，也能帮你摆脱你身上的东西。于姑娘，此话当真？当真。但是这件事传出去对我沈家，说重点。文儿的母亲不是疯病，而是中了邪。她偷偷学会了旁门左道，私下里转移我沈家的财产，还要害你和你弟弟。不可能，我妈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。我看她半夜在院子里布阵，嘴里还嘟嘟囔囔的。老爷子不相信，还护着她。他知道是我告的状，就想动手害我。我也是不得已啊，才找了道士，把他关在了阁楼。他被我关在阁楼之后，我知道他心有不甘，他心心念念的，口口声声要杀了我，还要让我们沈家陪葬。老爷子就是被他的话吓病了，连着几天高烧不退。这些事你还记得吗？就算是这样，我们也忍了，毕竟是我们沈家的媳妇儿，我们都把她当成自己的姑娘。现实的人都知道我沈家的烟花做得好，老爷子就把烟花制造业交到了他的手上，让他好有事情做，慢慢的回归正常人的生活。我背后有什么东西吗？没什么，继续说。可他根本不知悔改，拿着我沈家的资料勾结外人，还把我沈家的秘密卖给外人。被我发现之后，就装神弄鬼的，说是被鬼附了身。不可能，我妈她不可能是这样的人。阿文，那时候你还小，你妈妈被我关到了阁楼之后，对你们不闻不问，她就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。后来她觉得装神弄鬼装不下去了，就想一把火烧了我们，结果引火烧身，差点伤了自己的生命，还是被老爷子送进的医院。我们对她如此不薄，她就这样的恩将仇报，这就是沈家的真相。我都说给了你们，你们还觉得我要害沈文的母亲吗？哼，你笑什么？沈家佣人不少，他若是真疯了，又怎会任他到处放火？哼，
我又没说谎，说不定他用了引火剂，他一直如此狠辣。他回来是觉得我们沈家对他的陪葬不够，是来我们沈家讨债的。你说完了？于姑娘，我说的句句是真话。可是他看起来好像对你的故事不太满意啊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谁？你在说谁？我说的是你的母亲，她就在这大堂，刚刚听完沈奶奶的故事，很是激动。你说她是对你的实话感到羞愧，还是对你的谎话感到愤怒？我保证，于姑娘，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。如果我撒谎，我不得好死。沈文，你妈妈现在很委屈，因为她被自己的孩子误会了几十年。我妈，她在哪里？哪有什么误会，她就是个忘恩负义、水性杨花、蛇蝎心肠的女人。沈文，你也这样认为你妈妈吗？妈，你醒醒啊！妈，你醒醒！文儿，别哭，舒瑶她害了所有人，不要相信她，你奶奶已经死了。妈，你醒醒！你说什么？什么鼠妖？他们不会让我下葬的，因为要借尸还魂。妈，你醒醒啊！妈，我曾经以为那些话是我妈疯了乱说的，原来我不这么认为。阿文，你不要被这个妖女给骗了。你们迟迟不让她下葬，还在上面滴了自己的血，做这些从来不是她舍不得，也不是来讨债，而是被血亲所困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再这么下去，她将永世进入不了轮回。意思是，有人故意不让我妈安息？没错。于姑娘，是不是那个道士？是不是那个道士有问题？他跟我妈有什么仇，什么怨？道士不止。那还有谁？沈文，当时你来祠堂找我的时候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若是再装傻，谁也帮不了你。所以，奶奶，这些话你是听谁说的呀？我听奶奶说的。所以你只听了沈老太太的一面之词，就认为她说的所有话都是真的吗？还记得你母亲说过的话吗？她说我奶奶死了，说明老太太骗了你。她说的所有事情里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假的，那就证明整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假的。对，如果我妈没有疯癫，没有学会妖术，没有害人，那刚才你说的一切有几句是真的？可是我没有道理说谎，那你告诉我，我为什么要骗你们？我妈被关在阁楼里，不是因为她要害你，是你故意让她疯癫。她说她一直在吃一种药，吃完就会头晕目眩，她每天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是你让她吃药吃得越来越模糊。婉儿，你不可以这样对我。你爸爸很早就去国外了，你爷爷身体不好，不再经营公司，沈家都是我在撑着。这些年我把你拉扯大，让你吃好穿暖，你没有资格质疑我。你怎么能这么无耻？你怎么能编出这么恶毒的谎话来骗我们？奶奶，我一直非常听你的话，但你20年，你把我们当猴子耍了20年。没想到你们还真信了，一群蠢货。玉姑娘，她别急。妈，她怎么出来了？妈，是你吗？文儿，是你把她放出来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现在把你和沈文母亲的恩怨从头到尾再说一遍，说清楚点。她要听，我们也要听。我凭什么要听你的？不说也罢。
浪费口舌，解决他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都说，于姑娘，你快让他住手！麻烦，妈，你亲口说出真相吧，我不想让孩子们再误会我了。你快点说！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。我是个乡下人，我们村里很穷，人人都吃不饱饭。奶奶，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说你之前可是富家小姐。那年应该是闹饥荒，我不甘心就这么死了，所以到处乞讨，睡在垃圾桶里，苟延残喘。继续说。后来我一路漂泊，就遇到了沈长清，他心肠好，把我带回家，还与我结了婚。我就此就留在了沈家，还让长清替我隐瞒了身份，就是为了今后不让人看不起我。你骗我，你骗了我们所有人几十年。继续。我在沈家待了几年，因为身份的悬殊，沈长清的爸爸不待见我，不让我登沈家的门，也不让我为沈家生子嗣。后来我跟长清就在福利院领养了你爸爸。后来他结了婚，你妈妈是个千金，她手里握着家族烟花制造的秘方，沈家的生意慢慢丰富了起来。我嫉妒啊，凭什么他们过得这么好，而我要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活着？所以你就开始陷害我妈？哼，等你爸去国外做生意之后，我就跟沈长清说，你妈妈私下里转移沈家财产，还在沈家的祠堂放进了邪物，我就嫁祸于他，说他引邪入宅。那你为何会掌握我们家烟花制作的秘方？沈家主，冷静。你借此把他关起来，然后害死了他。哼，他被关进阁楼之后，烟花的秘方很轻松就到了我的手里。那是我外公给我娘的秘方，你气死了我外公，嫁祸给我娘，你还是人吗？是他欠我的。你不是人。哼，要不是你外祖父出手护秘方，我也不至于动手。你妈妈知道了要举报我，我把她囚禁起来，喂她吃迷魂片，逼她放弃抵抗。可她骨头硬得很，宁死不从。她居然求一个工人帮她逃出去。我误会了她这么久，真是可笑。我竟然不相信我亲妈。我就这样抓住了她的软肋，逼她认命。我娘，她压根就没有害过人，她甚至连逃出去的机会都没有。哈哈，我告诉她，如果她敢说出真相，我就杀了你们，杀了沈长清。疯子，你就是一个疯子！我竟然和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子在一起了几十年。自从那以后，他就彻底认命了。他还求着我饶了你们，我顺理成章的管理了沈家。我当然知道他心里恨我，所以他临死前，我让道士锁住了他的意识，又骗你们说他舍不得你们，不想埋进土里，所以把棺材放进了家里。我真是不孝，我竟然害了我妈这么多年无法安息。树妖，你确实差点就成了，只不过沈老爷在他临走之前就已经偷偷托人告诉了我和于姑娘，他早就知道了。不知好歹，死有余辜。我让你说实话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是满口谎话，还有假话。你奶奶出身贫寒，却不卑不亢，这也是你爷爷愿意与她共度一生的原因。虽被沈长清父亲阻拦婚事，但从未有过恨意。你爸爸和你妈妈结婚之后，他和你妈妈关系一直很好，的确视如己出。于姑娘，照你这么说，我奶奶她怎么会性情大变？不是性情大变，而是30年前你奶奶就被树妖给害死了，而后树妖附在了你奶奶的身上，
欺辱沈家人，残害你妈妈，算计沈家后人。树妖，你作威作福这么多年，也该停手了。你果然不是我奶奶，你究竟是什么东西？沈长清知道自己大限将至，于是托我帮沈家清理门户，帮沈文妈妈含冤昭雪。原来爷爷什么都知道，他居然忍了这么久，再等姑娘来，你才是蛇蝎心肠，你害了我们沈家这么多年。那又怎么样？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了。你妈妈残存的意识马上就快消失了，明日我就可以重生了。你真的卑鄙！你不是很想念她吗？她马上就可以复活了。说到底，你还得感谢我才是。闭嘴！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附在凡人身躯，无恶不作，早已与凡人身躯相绑。今日我便废了你的附身，加固封印，让你灰飞烟灭。就凭你，你忘了我破了你的封印吗？好了，树妖已亡，身形俱灭，早已再无回到人间的可能。你奶奶她的阳寿在30年前就已经消散了，把她和你爷爷还有你妈妈一起合葬吧。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救下沈家，你永远是我们沈家的恩人。爷爷、奶奶、妈，沈家的仇，姑娘给你们报了。树妖再也不会伤害你们了，以后我会好好打理沈家。你3位的在天之灵可以好好安息了。姑娘，还有事？爷爷给我的，他交代我，由我继续完成您的吩咐。这玉佩上面怎么还有灵力？于姑娘，这玉佩有什么问题吗？沈家的树下，我家花园的树有什么问题吗？那花园我们不是已经去过了吗？树下。那花园我们不是已经去过了吗？树下。老爷，这里面好像有东西。有东西？于姑娘，拿出来！快挖出来！好嘞。老爷，这是个骨灰坛。怎么可能？这是你家里的人？家里人？不可能啊！我家里人一直都……怎么可能会有骨灰坛？是你爸爸的？我爸爸那更不可能了，他在国外做生意啊。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真相，所以才说做生意是找的借口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怎么没有一个人告诉我真相？沈家主，冷静一点。沈家主，你爸爸也是被树妖害死的。树妖？当时你爸爸察觉你奶奶不对劲，便和你妈妈想移居国外，没想到你爷爷却不愿意离开。然后呢？你爸爸就去质问你奶奶，可是你奶奶的身体早就被树妖给占据了，把她杀了。这些事情为什么我知道这么晚？为什么呀？沈长清，真是为难你了，放弃生的机会，在活地狱里等我回来。于姑娘，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一家团聚？不用了，这骨灰坛是沈长清埋在这里的，他已经一遍遍替你奶奶向你爸爸忏悔，他已经没有怨念了，就埋在这儿吧。我仰视着这座阁楼，心里却莫名的感到尊敬。
现在我却怎么找不到你？薛婉，你究竟在哪儿？我找了你好久，都不见你。我在休息啊。你之前跟我说的第10式，什么结果？第10式的结果如何？你这不是好好的吗？第10式，我们成功了。天地之大，不过是存在于生死之间。我用10式护人渡人，有人忏悔，有人执迷。好在我终于完成了宁采臣的10世轮回的使命，还了他在兰若寺的恩。